所以大学就很辛苦。我大学念福大4年都住校，猫空在哪里我都没去过。因为台北的路我都没前车，我刚刚知影公车要哪对台北车头坐我下后。对啊。对啊，也没有机车啦，也没有机车，所以我学校附近只是走路能到的地方而已。你有同学？有同学啊。同学有车？同学有车，家长不准我坐啊。家长不准我坐机车，伊讲坐机车危险。对。看过做这个，我做惊的。所以我现在还是不会骑，还是不会骑机车。没关系，现在是单身吗？对啊，就麻烦你就好了。伤乖，我要怎么接触点外界啊？因为就是一直念书啊，然后毕了业之后就回到家里一直念啊。那你念书也不可能接触外面的人啊。对，生活圈太小。那你念会计的人又全部都是几乎女生。对，因为我也没有到外面去工作过。如果到外面去工作，就很多机会。时间过了，你就会觉得就这样就好了。你们会对啦，这样子就好。大老板好像年纪差很多有儿子对不对？对啊，不知道，好像没有那个更少。你没有，你可以抛一个讯息，对，只要大公司那个有那个老板的，对，那个老板有那个小孩的，对，你可以记账这个打这个。其实我都觉得自然，然后家长会一直讲，就是看起来今日讲招聘介绍，我做歹势，我做歹就讲你妈呢，想我小到做歹啊呢，自己心里也是不太能够适应。是那个熊客气就真的没机会。哎呀，因为外面的都没在客气。没在客气。哎呀，就是这样。其实现在剩下的都太客气，现在剩下的即使男生也很客气，我们又很客气。对，最后就真的很客气。你一直讲客气，我就想到一个很客气的男生。什么？那个好，我们现在回到这边，因为我等一下11点还要到凤山投税局。好，那个税务面上常见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模模糊糊啦。到底我成立公司有多少税负啊？有多少税负？那如果公司只有我一个股东，公司是不是我的？这是一个观念。有人说独资啊，公司有我一个人尔独资，公司要是你的。公司资本的跟税负负担有关嘛？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资本的跟税负是无关。那我成立一家公司，我的税负主要应该是跟公司有关，应该是营业啦，还有盈利事业的所得，就是少个得，盈利事业的所得税。2个都是营业的才对。为什么我还要提到第3个股东个人？因为现在台湾是2税合一。那你赚的钱，你在公司，你今天你想要赚钱的门路是什么？我设公司或设行号去经营营业嘛，然后经营的钱最后是不是还要发回来？这样才是我真的赚到钱嘛。所以你的资金是你的公司探底，公司跟分红利，所以最终是回到个人身上。那会讲到个人所得税，是因为台湾目前是2税合一。那我前一阵子在看那个非凡还是什么3地的节目忘记了。叫人家一直讨论说，台湾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就是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很低。他说台湾的很低，目前17%。然后呢，又有些大企业，他说把那些上市会公司叫出来说，有些根本都没有缴到税，因为他们有投资抵减可以用。然后不公不义呀、他们说不公不义，台湾的有钱人开公司都不用缴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都要课税，我都看不落来，因为我至少要一个懂税务的人上去嘛，你叫罗淑美去嘛，不要紧啊，至少可以讲，你知道为什么？台湾是2税合一，他拿出来比较的国家都不是2税合一的国家，所以不是2税合一的国家，它会有一个公司税，公司税，所以根本无从比较。2税合一的精神是什么？2税合一的精神就是公司，你不管缴税还是不缴税，我全部都刻在你的个人身上。所以其实公司税负是0，或者是12，或是17，或是25，根本对咱都没关系。因为我所有的钱发到个人身上，如果那一家公司是台积电没有缴税，他发给个人，个人就要缴啊。那他的股价就会比较低啊。如果今天我去投资另外一家公司，结果另外那一家公司我发股利下来，结果还有发抵税权给我，我可以退税的，那一家公司就会比较好啊。我就会去希望，如果我是希望得到钱的，我就去投资那家公司啊。
所以台湾的税的制度是公司的所得税是虚设的，是一个暂时性的是虚设，是一个暂时性的。我先缴了之后，我再个人退。那我后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好，我先讲这个好了。好，我先讲这个例子。为什么公司的税我要讲到股东？你先看哦，公司的股利或行号的所得，为什么我要讲公司的股利？我们假设公司赚的钱到最后都是发到个人身上嘛，那个叫股利，或者是我行号赚的钱就叫做所得，乘以个人税率，这个就是综所税。所以我下一个标题就是说，节税是要考量整体税负的哦，包含股东。所以今天如果呢有很多人选要当股东，他说要选哪一个人来当股东，或是让他是大股，如果考量税负的话，我讲所得想给一两，你敢叫你来这个股东，因为公司缴的税你个人可以退。你看哦，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公司如果赚100，那营所呢缴17%嘛，17块，我税后是不是83块？100减17就是83嘛。所以最后呢，公司要分配股东83块的现金，不是发83块的现金而已哦，还同时把17块发下来当做抵税权，是发17块的抵税权。所以你看我的这张表，我刚刚说的是公司100缴17块，剩下83块的现金嘛。我上面是旧制，下面是两税合一。所以旧制就是还没有两税合一的时候，你看哦，83块分到个人身上，我个人的税率以前是6%，83块乘以6，个人还要缴4.98%，公司又缴了17，所以4.98加17，最终税负这边改，你给它写上去是21.98%，所以最终税负是21.98%，这是税率最低的人哦。如果我的83块发给那个大股东，很有钱的，83块我要乘以40%，33.2，个人还要补缴33.2呢，那公司又缴了17块，结果我个人开公司到发到我身上，我总共缴了多少？50.2，我100块，我叫我交50块点2，给公司，给政府，我自己才拿到一半而已，对不对？这是两税还没有合一的时候啊，人家就说重复课税了嘛。你在公司给我课了17%，我个人还要补缴33块，就会觉得这样是不是重复课税？同一笔钱课2次，公批评啊，一个牛剥2层皮。好，那因应这样，在87年的时候，那时候李登辉的时候通过两税合一，税收损失一大堆。你看那怎么玩的哦？个人所得税呢，现在变成什么？公司净赚83块嘛，可是公司当时缴了17块，那个叫抵税权，所以公司发给我的是83块的现金加17块的抵税权，所以个人的所得是100。看头多少个港，因为我还有发17块抵税权下来，所以税率6跟税率40的人呢，我都用100来算，100乘以6，你看缴6块而已哦。我现在是100块嘛，发到身上100块。但是我6%，我个人税率低的，我就缴6块。但是公司当时已经缴了17块，所以6减17变成负多少？负11，那就表示退11块。我居然拿到股利呢！我个人不用缴税之外，刚刚是个人还要缴4.9，我不用缴税之后我还退税，退19块。好，最终税负是什么意思？我退19块嘛。但是在公司的部分是缴17块，所以退11块，不是退11块，我退11块，公司缴17块，所以我的公司加个人实际租税负担是多少？公司缴17，最后我个人退11，实际税是不是付了6块？好，你有没有发现100块的人，伊的负担6块，是不是跟我的税率一样？好，那你看40%的人哦，100块发下来，我40%我就缴40块。但是公司缴了17块，叫做抵税权，所以我的40再减17，我只要补23块，所以我补23块。你再重新想哦，我一个人开公司赚100，结果呢在公司阶段缴17块，我个人又补缴23块，所以我的总租税负担是多少？40。所以
以你会发现，高税率的人他就是负担40块，低税率的人他负担6块。所以最后你开公司到个人的税，总共的税负是什么状况？6%的啦，你的交6块，40%的人就缴40块，所以变成什么？公司缴的税是暂时性的，我先预缴17块，在个人的部分多退嘛，多的我就退给你嘛，17块比6块多了嘛，我就退给你，多退。少的人呢，你要缴40，公司缴17，少补，多退少补。所以17块是先缴，事后多退少补，事后多退少补，安尼叫做啥？最终税负就是个人的税负。你的最终税负，一个6，一个40，就是最终税负是跟个人的税率一样，所以最终税负就是个人税负。所以公司的17块，当时只是暂时交给他而已。安尼想简单的讲2税合一，你就了解了嘛。所以公司税有没有意义节税？公司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节税的，我都会把股东说，你拿你的个人所得税申报给我看，我帮你节个人税还比较快。所以我伫公司咧缴税时，我有甲你讲，每年你也退偌济，你现在先缴，你明年就退，安尼可当接受。要不然你不跟他讲的时候，伊退税家己咧退，定定仔退，你缴税时讲，你会计师讲我要缴出济，所以我就要跟他说，其实你明年会退多少。这个就是2税合一，所以企业营运的租税成本那个17%，你到底要不要算进来？其实那个17%、17块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我后面让你抵啊，多退少补。好，所以这一个我才会把那个写进来。我们的企业营运租税成本，你现在看过的人，你就会知道，原来2跟3是合在一起的。所以2税合一是哪2税合一？就是2跟3，盈利事业所得税跟股东个人综合所得税是合一，是这2个合一。所以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2税合一跟他看戏。那时候我就问我的学妹说：“你知不知道2税合一是哪2税？”伊甲我讲营业税跟营所税，然后我说：“你莫讲你是我的学妹。”所以2税合一是盈利事业的所得税跟股东个人综合所得税合一。那再跟大家说一个新的，在103年的时候，我们现在夫妻是不是合并申报？那你们2个如果是独立的，你们2个如果是独立申报，你的税率有可能给吗？但是我2个一并起来，我的税率变很高，那感觉是好像有惩罚婚姻嘛。而且尤其现在的结婚年纪越来越大，或者很多人都没有结婚，他很担心，所以他就说好，103年开始，夫妻的自己各自算，太太的用太太的税率，先生用先生的税率，然后2个加起来再一起报，这样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差？假设我今天自己是会计师嘛，如果我的先生也是会计师，假设我赚200万，他赚200万，我200万我的税率是12，假设是12，伊嘛12啊，结果我2个结婚加做伙，我变48变40%来不公平嘛，所以这一个被后来解释违宪嘛，因为不应该而结婚了，我们的税增加，所以后来103年才开始，103年的税是104年5月报，好，那一年开始我自己算我的，我用12%，他自己算他的用12%，我们2个再把税加起来拿去申报，以后就是这样，那这样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如果你的公司股权是集中在先生身上或集中在太太身上的，你要把它平均分配，要把你们家里的所得平均一下，不要说先生用了40%，太太用5%，你就平均一下，一个人12，他也12，这点要注意。所以这个1公所以我一开始出来我就跟客户说，你们赶快把你的股权平均一下。目前只有薪资是分开算，其他都是合起来。103年是全部分开。那我们再看营运的营业税的部分。营业税呢，其实每2个月在缴营业税，我透过右边是营业税，左边是损益表，我可以透过营业税你缴多少钱，我可以去反推你的利损管给我可以分析为什么？因为右边的营业税的销项税额其实是怎么来的？就是销货收入乘以5%来的。好进项，人家都说进项，进项是什么？就是你的损益表上的成本
跟你的费用里面有含5%的，就是你的进项税了。所以这2个相减就是要缴的营业税。那我们推到左边，这3个相减就是营业净利啊。那左边跟右边呢，只差在哪里？这个都是有5%的啊，左边只差在像你营业费用里面有人事费用、薪资是无5%，所以你的左右差，你这样相减之后，你还可以再减个薪资，因为他们2个左右就差薪资那种没有含税的。那我就可以用你每期缴的营业税减掉你的公司的薪资，然后我去推你的净利。所以我哪用营业税，我发现我这间公司每期都要缴很多营业税，我就会知道它其实不是人工多，就是费用不够，就是不是人工很多没有营业税嘛，所以它都要缴税，要不然就是它的费用不够，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营业税去勾稽它的一整年大概赚多少钱。那右边是直的，我把它写成横的，就是这样。哦，这个是营业税，我把它写成横的，就是这样。那把它变成直的，又变成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营业税跟所得税的关联，这是营业税。啊，所得税就是就这个净利再去扣17%，那个就是所得税。好，所以你第一个成本就是营业税啊。好，那盈利事业的所得税就是净赚。你看我这边是写收入减成本减费用，那你看是不是刚好是这个？收入减成本减费用就是这一个，所以这是直的，我把它写成横的，就变成这样。好，那这3个相减之后，那个净利就叫做所得。我们税你要厘清2个观念哦。有人说所得，有的人说收入。收入就是还没有减成本费用的，就叫做收入。减掉成本费用之后呢，就叫做所得。所以我讲比较好理解，就是所得就是净赚，这是净赚，然后这是收入。那就净赚再去扣17%，这个是所得税。那我刚刚有讲过咯，17%只是暂时缴给他而已，哦，暂时缴哦，所以17%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有这个负担，你暂时缴给他，在我分配给个人的时候，我要把它退回来。好，所以这是我刚刚举的股东个人综合所得税的例子。好，所以最后的结论，我们的企业营运的租税成本有什么？我请问你哦，你今天去买麦香红茶1杯，7-11卖你20块，你知道里面有含5%营业税吗？你敢知？好，你来带5%营业税，他跟你收了，他再帮你缴。所以我们企业要负担的这个营业税，其实就是转嫁给消费者身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刚才扣5%，我扣17%，安尼我刚没合。其实这个5%你一定要跟消费者收，你不能自己负担。你自己负担，你可能就会亏损了。这种是转嫁的，转嫁在身上。那你知道我们的营利事业所得税，营业税5%，你知道我们在东南亚这个地方的营业税，台湾的营业税是最低的。你知道大陆是多少？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大陆是17%，那你就知道它物价多少。你一样的东西，你在台湾卖跟在大陆卖，大陆你一定要再加17%上去嘛。所以大陆物件较一定较俗，有人较俗啦，不过你搁靠17%，你看成本偌济。那如果是国际品牌的东西，像我最近在买，我都买乐高，在台湾卖的价格比较贵还是大陆？我觉得一定是大陆比较贵，因为它17%嘛，那价格它不能自己控制，因为是国外进来的。所以营业税的负担呢，其实台湾是最低的，但是你都在消费者身上。那盈利事业所得税呢？公司的所得税，我说嘛，自从2税合一之后，就变成暂时性的扣缴性质，所以真正的税负在股东身上。所以有人底下讲，好嘢人拢无缴税，咱一般上班族会缴税，其实不是。那上班族可能交5%、12%，但是那些有钱人，股利发在他身上，他一定是40%，一定是40%。所以我觉得啦，在讨论那种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懂的人在场。我就想说，罗淑蕾在场就不会这样，因为罗淑蕾目前是我们会计师公会全联会的理事长，所以他很懂。那最近他有点不受国民党控制，所以人家有点讨厌他，然后有点不受控制，但是他一直不受控制。好，因为他本来是不分区立委啊，理当应该是听党的啦，应该是这样。
听说他本来是要拿钱出来支持候选人结果他发现他拿的钱自己就足够选不分区了所以他干脆自己选因为他是有钱人他本来听说他是拿钱出来要支持一些立委候选人，他后来发现说钱自己就够选了，就自己去选。好，那企业营运的租税成本的实例，其实刚刚的例子我用实际数字，如果你一年营业额不是营业额这里要改一下，一年的净赚一年的净赚是100万，净赚100万。那我100万呢？我刚刚是说净赚是乘以17%，就是17万，这是营所税嘛，公司的所得税就是企业税。好，你赚100万减17万，那你的税后盈余是83万。那我们刚刚的例子嘛，我83万最后是要发给股东，我要发给股东83万的现金，发给股东的是83万的现金加17万的抵税权。因为我公司缴过的税，个人可以抵，所以83现金加17万抵税权，我的股利还是叫做100万。好，100万再来乘以适用税率，我去找了，100万是12%，好，100万是12%，那会有一个累进差额，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税率在12%前面还有一个5%，那有的人都会以为说我所得高，我就全部变40%了呢，那我100万，我超过100万就是12%，其实是怎样？是那一个集聚以上才是那个比例。我50万以上课12%，假设50万以上课12%，50万以下是5%所以它是超过了那个数字才适用高税率。那我们现在在算我是全部适用高税率嘛，所以所得税后面都还会减一个累进差额，累进差额就是那个意思，前一段没有用到12%。那个就叫做累进差额，就一个观念我的所得税税率，假设我给它以400万，我的所得税税率我会有50万以内的我是用5%，50万到100多的是适用12%，再上来200万的我是适用30%，超过400万我才是40%，所以是超过的部分才适用那个税率那因为我们的公式为了简便计算，它就会直接给你乘以高税率。乘高税率之后，后面再减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前一段没有用到12%，前一段是用5。好，所以你要知道，那100万不管怎么样，税率怎么样，我算出来就是8万5的税。那8万5我要缴8万5，但是我公司当时已经缴过多少？17万，所以8万5减17万的抵税权，结果我还退8万5。所以我今天公司赚100万发到个人身上。公司缴17万，个人退8万5，所以你的实际租税负担是多少？8万5，就是这样。所以你的实际租税负担就是8万5。好 ，OK， 那这些给它跳过。我就是有一些观念，就是说不要漏开发票那但是很多企业都是在这样做漏开发票有的漏开到什么状况呢？我的费用很多收入是一点点。结果又当期又付很多付的你知道不会不见，它会一直累积在公司账上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我资本100万，2年就亏完了。你去看一下公司净值变成负50万这种报表这种报表第一个在经济部认为你有问题，叫做公司资产不足以支应负债，这公司在做清算这在倒搁一个就是你这个报表要摕去银行，人会讲你做歹看。来就提国税局，国税局讲你漏开很多，所以你只要做什么动作，其实在你的报表上会看的人，其实都看得出来，所以我才会说，你卖漏开发票，如果被抓到的话，会不会有人说他不会被抓到？其实只要看报表就看得出来，有的是说，就是会漏取的发票，他会给你嘛，他帮你做工作，做完说，赶快发票，别发票给我怕我跟你讲到中计，要发票给5%，你一定要给，因为你跟他要了这个5%，你开发票的时候可以抵你开出去的时候5%可以抵所以你多给他的5%是我事后可以抵，你不给他拿这一张，你不给他5%，你就少了5%了嘛，所以你这个5%是缴在公司所以你没有跟他拿这5%来抵，你公司变成要缴税5%，那你把这个5%拿进来抵，你可能就不要缴税了。所以有人会说，回发票给5%这个一定要给他5%。如果他跟你说被发票给8%那个要不要给他？那个就不要啦，那个我真的可能就亏本了。
要发票5%是正常合理的，而且你可以用掉，所以不要漏取得发票。那我这边会举一个，我大概讲好漏开发票例子是 A 啦，那这是 B， 这是 C 啦。那通常的交易是安怎？这个 B 呢，伊会讲你发票要开我，我搁开你嘛。他会说你不要给我，你直接把发票开给我的下一个。通常很多这种 A 开给 C 的，你知道这个状况谁会被罚吗？有人说 A， 有人说 B， 有没有人说 C 的？好，如果有人说 A， 有人说 B， 你知道哪一个比较重？你猜 A 比较重还是 B 比较重？对 B 而言就是没有发票进来，也没有发票出去所以我跟你说A、B、C 都会被罚 ，B 最重，因为 B 有2个行为，你没有拿又没有给。A 它叫做什么 ？A 呢，它会被罚什么？你虽然开了，你开给 C， 你开立不实对象，你会被罚5%。你会说5%我缴了啊，为什么我还要5%？那是你缴，但是你对象是错，所以他会罚一次，他会缴一次5%，再缴一次5%，再罚一次，所以是2倍。可是 A 他开发票的资料是 B 给他的，他怎么知道不实？对，所以这时候国税局就会跟你要，你跟谁接洽？你跟谁接洽？那通常会被查出来是这一家公司是假的公司。你说对啊，我都求证啊，我哪怎样？他就说，对，他就会叫你保留当时跟谁交易的，他的名片，你找的人是谁？如果你都可以提供，他可能就不会罚你。所以也叫你提供，大家人做烦的，2、3档一个物件，我要他提供啊，咱一改无啊，这小弟这一改尔，你真的提不出来，他就被罚。所以在税务上，我们处理绝对很多冤枉案件，但是你对法令来讲就是这样。B 要被罚什么？罚你应该拿没有拿。那应该给没有给，所以 B 会被罚2个。我有一个处理的就是我的人其实中间一个。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他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会查到他？就是把 A 叫来问，他就把 B 讲出来了。是安尼啊，你来做一下谈话记录，你拢讲笔录，我刚做还听。笔录你要检察局做笔录，你讲来做笔录，我甲你问啥，你就讲啥，写签名，来叫 B 啊，我人可以用叫 B 啊。我就跟那个人说什么状况？他说你这个客户他没有拿发票，没有开，直接叫这个人开给他。你怎么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讲的。那我客户怎么变成？因为一起长明街在卖电脑那他是说他帮这个 A 是他朋友，他帮朋友代买，这个 C 是顺发，他跑到顺发去帮他买，然后就直接就是叫顺发开给他这样。那国税局查掉。我是来解释讲，这是个人行为跟公司无关。伊讲，你今仔若是不同行业，因为他帮他代买电脑，可是你明明今天这个 B 跟你自己的公司就是同行业，你怎么去证明说我今仔买不是你来公司，是我个人买，帮人买？不行。如果他今天是买别的，我就会跟他辩称说这是他个人行为，不是营业行为。你别人开一电脑公司，跟赵一顺帮他开会，就被并进来你的公司啊，所以又被罚了。他被罚2万多块，小公司而已，买个电脑被罚2万多块，这个 C 买好坏嘛，可是这样子 ，A 讲什么 ？A 说谁就是谁了。有实际行为啊，就是我有给他钱，我有给他钱，什么都有了，他才敢叫你。那也要有拍照存证。拍照存证，钱我跟你说，我汇款记录是看得到，汇款记录啊，可惜那样。所以挑开发票的例子，我会觉得 A 很冤枉啊！你叫我开给他，我没有开给你，我开给他，我还是开了，我没有漏税啊。但是国税局的法则是我不是罚你漏税，我罚你行为，我是行为法。但是现在有一点，人家有违宪争议的说，你行为法应该是处罚行为，不应该跟金额大小有关。但是目前他的行为法是罚税的5%，就是税，就是罚税。那我1000万，那我就罚10了。我1000万也是行为啊，我500万也是行为，我500块也是行为。这一点在目前就是，其实法律专家都觉得有争议。你看当时就改了。我觉得行为法不应该是金额的多少。我觉得那这样连开发票的人都要
要注意，本来就是的。因为一般到时候会说，要开要那个，本来就是，而且还有很多。统编他就开了，他哪里会跟你？阮到咧装潢嘛，你是设计师，你要规划片给我，我讲，你开你另外公司，设计师开到我公司去。如果改天在查税的时候，你的装潢在哪里？因为这种是固定资产的东西，国税局会查。你固定资产在哪里？找告诉你开这种弄问题。因为到底是你的业主是谁？你业主是个人，你怎么开给公司？所以开的那个你有责任。因为他漏掉了，这个营业税是环环相扣的。你只要开给对方不一样的人划过去，这个环环相扣就少了一环。所以他会重罚是这样。所以发票的例子你们有的人会觉得你搞很红因为这是真实遇到的，这是真实遇到的。好，所以你们知道了啦就是营利事业所得税这个17%，这个已经是暂时性的扣缴性质了啦。所以呢，怎么节税？在这里，营所税透过股利分配可以退税，这个没问题。最终的税负是不是视个人综合所得税税率而不同啊？我6%的人缴6块，40%的人缴40块，所以我的最终税负，我开公司缴税，最终税负到个人身上税负就是你的个人是6%就缴6块，40%缴40块。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开公司，你是不是会找所得低的人来开公司？因为我的钱可以退回来，这是一个节税的部分。再来呢，营所税那个17%的节省有没有意义？这个节省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了，你还要不要省？最后一个什么叫做可以考虑分配或不分配？其实会开大公司的人，我那边大概有很多大公司，所以不是中小企业，是大企业比较多。我那边的大企业的老板都是40%的，所以他的今天公司赚1000万，他发到个人身上，你说呢？他是会补还是会退？1000万发到他身上，都是补税比较多，因为他变40%了嘛，所以还要补税。那还有一个方法，我会教他说，你的盈余不要分给个人，留在公司就好了。